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宇宙回声。现在，请你闭上眼睛3秒钟，想象一个场景：你正坐在人类最先进的探测飞船里，目的地是6500光年外的天鹅座 X1，人类最早确认的恒星级黑洞。此刻，仪表盘上的引力探测器开始疯狂报紧，窗外原本笔直的星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揉成了漩涡。飞船外壳传来细微的金属拉伸声，连屏幕上的时间数字都开始忽快忽慢。再往前一点，就是那片连光都逃不出去的绝对黑暗。如果你真的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线，掉进黑洞里，等待你的会是什么？是被撕成原子的毁灭，还是闯入另一个宇宙的奇迹？今天，我们就用最严谨的科学逻辑，一步步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。第一章，先搞懂黑洞到底是什么。不是洞，是宇宙的引力监狱。很多人第一次听黑洞，会以为它是宇宙里一个空无一物的洞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它是宇宙中密度最极端的天体，相当于把10个太阳的质量压缩到一个直径只有30公里的球里。它的诞生要从大质量恒星的死亡说起。像太阳这样的恒星，靠内部氢聚变产生的辐射压对抗引力，能稳定燃烧100亿年。但如果一颗恒星的质量是太阳的8倍以上，当它燃料耗尽时，辐射压突然消失，引力会瞬间战胜一切，把恒星核心向内猛压，不到1秒就能坍缩成一个密度无限大的点。这就是引力坍缩，坍缩产生的冲击波会把恒星外层炸开，形成壮观的超新星爆发，而留在中心的就是黑洞。这里有个关键概念，叫事件世界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瀑布的临界点，在临界点以上，你还能奋力游回岸边，但一旦越过它，哪怕你以光速游泳，也会被水流拽向深渊。对黑洞来说，事件世界就是信息牢笼，任何物质或信号，只要跨过这道边界，就再也无法传递到外界。所以，我们永远看不到黑洞内部的直接画面。画个重点，黑洞不是空的，是质量极大、密度极高的天体。事件世界不是实体边界，而是无法回头的引力临界点，这是我们理解后续一切的基础。第2章，身临其境掉进黑洞时，你和旁观者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。假设现在你的同伴留在安全距离外观测，而你驾驶小型探测器向黑洞飞去，接下来发生的事会颠覆你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，因为它完全符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。先看旁观者视角，你的同伴会发现你的探测器飞得越来越慢，就像被按下了慢放键，原本每秒闪烁10次的信号灯，慢慢变成5次、1次，最后几乎停在事件世界上，颜色也从蓝色慢慢变成红色，直到彻底消失。这不是你的飞船真的变慢了，而是黑洞的强引力扭曲了时空，让光的波长被拉长红移，时间也出现了膨胀。在旁观者眼里，你的时间几乎凝固了。再看你的视角，你不会觉得自己变慢了。仪表盘上的时间正常跳动，你的呼吸、思考也和平时一样，但你会感受到另一种恐怖的力量——潮汐力。因为黑洞的引力对身体不同部位的拉力差异极大，你的头部离黑洞更近，受到的引力比脚步强几十倍。这种差距会把你的身体像拉面一样越拉越长。科学家给这个过程起了个形象的名字——意大利面画。画面模拟潮汐力拉伸物体的示意图。这里有个反常识的知识点：如果掉进的是超大质量黑洞，比如银河系中心那个400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，潮汐力反而会变小，因为超大质量黑洞的世界范围很大。你身体各部位的引力差会更温和，甚至可能在越过事件世界时还没感觉到，
意大利面滑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有机会看到黑洞内部的景象？可惜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，因为任何关于内部的信息都传不回外界。第3章，科学家头疼的谜题：黑洞里的信息去哪了？黑洞最让人困惑的地方，不是它的引力有多强，而是它挑战了我们现有的物理定律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信息悖论。我们先明确一个物理常识：宇宙中的任何信息都不会凭空消失。比如你烧了一张纸，纸变成了灰烬和气体，但只要能精确测量所有粒子的状态，理论上就能反向推出这张纸原来的样子。但黑洞不一样，它会吞噬一切靠近的物质，无论是行星、恒星还是光粒子。这些物质携带的信息，比如它们的组成、结构，被黑洞吞进去后去哪了？1974年，霍金提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理论——霍金辐射，给这个谜题带来了一丝线索。他认为，在黑洞事件世界附近会不断产生虚粒子对量子涨落的结果，一个粒子和一个反粒子通常会瞬间湮灭，但偶尔其中一个粒子会被黑洞吸进去，另一个则会逃出来，变成实粒子。这些逃出来的粒子就是霍金辐射。但新的问题来了，霍金辐射是随机的，它不携带任何被吞噬物质的信息。如果黑洞会通过霍金辐射慢慢蒸发，质量越小的黑洞蒸发越快，恒星级黑洞蒸发需要时的67次方年，最后彻底消失，那它吞噬的信息岂不是跟着一起消失了？这就和信息不消失的物理定律矛盾了。直到今天，物理学家还在争论这个问题。有人说信息被编码在了霍金辐射里，只是我们还没找到方法解读。有人说信息进入了另一个宇宙，还有人说我们需要新的物理理论来解释。除了信息悖论，黑洞内部的起点也让科学家束手无策。根据广义相对论，黑洞中心存在一个起点，那里的密度无限大，时空弯曲到极致。我们现有的物理定律，比如广义相对论、量子力学，在起点处完全失效。就像数学里的除以零，我们不知道起点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它是一个物理真空区。第4章，大胆假说：黑洞会不会是宇宙之门？既然我们无法观测黑洞内部，那不妨基于现有理论做一些合理的猜想。这些猜想虽然还没被证实，但每一个都足以让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升级。第一个猜想：黑洞等于虫洞入口。1935年，爱因斯坦和罗森提出了爱因斯坦罗森桥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洞。他们认为黑洞的起点可能不是一个点，而是一个通道，另一头连接着一个白洞。白洞和黑洞相反，它不会吞噬物质，只会向外喷发物质。如果这个假说成立，那么你掉进黑洞后，可能会通过虫洞从另一个宇宙的白洞里喷出来，实现跨宇宙旅行。但问题是，虫洞非常不稳定，会瞬间坍塌，需要一种奇异物质，具有负质量的物质来维持它的打开，而我们至今没发现这种物质。第二个猜想：黑洞等于平行宇宙入口。根据多世界诠释，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平行宇宙中的一个。有科学家认为，黑洞内部的时空结构可能会把被吞噬的物质传送到其他平行宇宙，甚至在那里形成新的恒星和行星。也就是说，你掉进黑洞后，不是毁灭，而是进入了另一个版本的宇宙，那里可能有一个和你长得一样，但人生轨迹完全不同的人。第三个猜想：黑洞等于时间机器。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，引力越强的地方，时间流逝越慢。如果你的飞船绕着黑洞边缘，不越过事件世界高速飞行，比如飞行1年，回到地球后可能会发现，地球上已经过去了10年。
这就是时间膨胀效应，一个绕黑洞飞行，一个留在地球。更极端的是，如果黑洞旋转速度足够快，它内部的时空可能会形成闭合类时曲线。简单说，就是你可以沿着这条曲线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，但这会引发祖父悖论。比如你回到过去杀死祖父，那你就不会出生。所以很多科学家认为，时间旅行即使理论上可能，也会被某种物理规律禁止。第5章，现实与未知。我们对黑洞的了解还只是冰山一角。说了这么多理论和猜想，我们得回到现实。目前人类对黑洞的所有认知都来自间接观测。2019年，全球200多位科学家合作，用8台射电望远镜组成事件世界望远镜，拍摄到了人类第1张黑洞照片。M87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，它的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，直径约400亿公里。2022年，他们又发布了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照片。这2个黑洞都是通过观测它们周围的吸积盘、被引力拉扯的高温气体和喷流，从黑洞2极喷出的高速粒子流发现的。我们看到的黑影其实是吸积盘的光被黑洞遮挡后形成的阴影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没有任何技术能直接探测黑洞内部，甚至连霍金辐射都没被观测到。黑洞就像一个沉默的巨人，它既可怕又迷人，它能吞噬恒星，是宇宙中的毁灭者，但它也可能是星系形成的种子。很多科学家认为，超大质量黑洞位于星系中心，通过引力维持着星系的稳定。没有黑洞，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银河系。当我们仰望夜空时，那些看起来漆黑一片的区域，可能就隐藏着数以亿计的黑洞。它们在宇宙中沉没了亿万年，等待着人类去解开它们的谜题。也许未来某一天，随着物理理论的突破和探测技术的进步，我们真的能找到靠近黑洞的方法，甚至验证那些关于穿越和时间旅行的猜想。最后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如果有一天，人类真的有能力安全进入黑洞，你愿意成为第一个尝试的人吗？你觉得黑洞深处是彻底的毁灭，还是新世界的开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无限可能。